你身边更懂资产配置的朋友，欢迎来到智享财经，我是李志。最近监管的规定会对一类随取随用的理财产品的竞争格局带来颠覆性的变化。这个规定叫做《关于规范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的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的细节我不多说，我就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各位以后存在银行买的现金管理类的理财的收益水平会出现明显的下降。规定要求银行们在2022年年底之前完成整改。什么叫做现金管理类的银行理财呢？就是你们在银行可以看到的收益在2%到3%之间的随取随用的那一类理财产品。为什么说会对竞争的格局产生变化？因为目前银行的现金管理类的产品收益水平普遍在3%左右，明显高于宝宝类的货币基金2%左右的水平，高出接近1%的收益水平。这个收益水平对于随取随用的产品来说，差距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最新的规定会降低这类理财的收益率，无疑将这类产品和货币基金拉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未来这两类产品的差距将越来越小，包括收益和灵活度。那么对于大家来说，未来我们的现金该存放在哪些账户会比较合适呢？首先，新规给了1年半的宽限期，在2022年之前，现金类的理财会逐步的进行整改，对于收益率的影响会偏长期，所以在到期前，依然大家可以优先考虑银行的现金理财工具。这里需要格外注意的是，现在的银行坏账率其实比我们想象的高的不少。因此，在选择银行理财产品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挑选大的国有银行或者头部的股份制银行，部分小地方的城商行建议要特别的谨慎。其次，余额宝这类的产品其底层其实就是货币基金，这类产品在现在的监管不断趋于严格的情况之下，依托于2大互联网巨头的一些平台来进行购买，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大家只要选择自己的习惯的操作方式和渠道进行认购即可。最后，特别想要提醒的是，如果你可以短暂性的牺牲一些流动性和承担一定的小幅的波动，其实完全可以选择一些短债基金、超短债的基金进行配置。其实这些产品的灵活程度跟银行理财差不了太多，除非你是现在在现金管理当中必须要大进大出的一些企业家，基金 T+1 或者 T+2的除微时间，对于大部分人其实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基本不会影响到工作和生活，只要你充分做好资金的规划，将2到6个月不用的资金用于配置安全性较高的证券基金，略微牺牲一些流动性，可能带来的是比货币基金高出2到4倍的投资回报，长期累积下来的收益也是一个不错的数字。如果资金量大的朋友可能感觉会更加明显一些。之前我在银行做理财经理的时候很多客户都认为自己的钱随时都有可能要用，但是实际上可能60%以上的闲置资金是长期不动的，存着活期或者存着货币基金，真的是有点可惜了。这些资金我认为是非常适合进行一些中长期的稳健型的债券基金配置的，风险不高，灵活性比较强，进可攻，退可守。高净值的客户还会考虑在信托公司配置现金管理类的产品。我个人认为现在还是要多加小心。信托行业最近的暴雷也是非常频繁的，部分信托公司的坏账率是非常高的，只是大家没有发现而已。而头部的信托公司基本已经出清了这类产品，但是还是有些中部或者尾部的信托公司在发行此类现金管理类的产品。如果你看不到底层的真实投资标的的话呢，就需要格外的小心。好的，关于现金管理类的工具，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点赞关注，我是李志，我们下期见。